男孩无意发现河边躺着一位小女孩，于是他把女孩扶到岸边，发现女孩的下半身竟然是一条龙，手指不小心被龙鳞划破，鲜血滴落在女孩的伤口。此时女孩开始有了反应，随后男孩又挤了几滴血在伤口上，只见伤口开始慢慢的愈合，女孩慢慢开始苏醒过来，看着眼前的救命恩人，女孩只是微微一笑，然后化作一条巨龙腾空而起，一头扎进了旁边的大海，只留下身上的一片龙鳞，被男孩收藏了起来。多年后，朱天帅长大成人，但是依旧对女孩恋恋不忘，所以他经常抱着一只小猪来到河边，希望能再见到女孩一面。虽然每次都是空返而归，家里人也开始给他安排了婚事，而未婚妻妙妙也只不过是贪图朱天帅的家产罢了。毕竟谁会喜欢眼前这个天天就知道和猪打交道的人呢？丈母娘也嘲讽他说道：“他说的是猪话，只有猪能听得懂。”我们人哪听得懂啊？不要紧，你们爱怎么说都行啊，反正我从小就被人笑话惯了。与此同时，海面上一条巨龙腾空而起，随后化身成一位漂亮的小龙女。此番前来就是为了寻找当年的恩人朱天帅。转眼间，小龙女便拿着画像来到街上四处寻人，却不料被人撞飞了画像。正巧与吃着臭豆腐的天帅擦肩而过，无意间小龙女闯进了一家店铺，胸口那颗明晃晃珠子把妙妙眼睛都看直了。掌柜的一看便说这颗珠子价值连城，带着她太过招摇了。是吗？很招摇吗？我们家这样的珠子多的是啊。听这口气，这丫头的来头一定不小，非富即贵。而妙妙便和她开始套近乎，还表示希望和她做姐妹，于是把小龙女带到家中做客。母女俩不怀好意地盯着小龙女，眼里只有那个明晃晃的珠子，而小龙女却不知眼前的这位正是自己救命恩人的未婚妻。而天帅对小龙女依然恋恋不忘。这时奶奶跑进来，讲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话：“天帅呀，该走了啊！你要是不走啊，奶奶就得走了。”奶奶。天帅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随后他悄悄地来到奶奶的房间，却发现奶奶已经悄然离世，而另一边新娘已经上了花轿。此时天空电闪雷鸣，一旁的下人告诉新娘，出门遇到迎头雷是不吉利的征兆。但是妙妙却执意要嫁人，天要下雨就让她下个够，我妙妙要嫁人，谁也挡不住。起轿。天帅看着去世的奶奶悲痛不已，二叔只好让下人将她带走。可在这时，天帅又听到了好兄弟的求救声：“求求你们，我不要吃香料，别杀我！我昨天还放狗守门来着，我有我的价值。”还好天帅及时赶到，小猪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天帅以为他是感应到奶奶去世了，这一刻小猪成为了他心里唯一的安慰。可就在他把小猪放下来时，受惊的小猪慌忙逃窜，却不料绳索套住了天帅的脖子。就这样，他被小猪带到了一片毒云中，一不小心撞到了一根竹子上，只见上面还掉下来一个人，而此人却非常神奇，竟然能听懂小猪说的话。又是一个呆子。小蠢猪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听得懂我说话？你说我是呆子吗？我怎么听不懂？原来此人正是太上老君的弟弟太白金星，奉命在此捉拿九命天猫女。就在此时，一阵猫叫引起了太白金星的注意，他施法让天帅先在树上躲一会，等降服天猫女再让他下来。果然，草丛里睁开了一双绿色的眼睛，随后钻入地下向太白金星发起进攻。几十个回合打斗之后，天猫女明显处于下风，于是他只能改变作战方案，开始展示他那曼妙婀娜的身姿，想以此来勾引太白金星。然而对方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只见太白金星变出一支大毛笔，随后径直捅向天猫女，然后又在空中画出一道符咒，将天猫女打成重伤。紧接着大毛笔刺穿天猫女的身体，本以为天猫女已经奄奄一息，却忘记了她有9条命的事情。这时天猫女发起了2次进攻，不料这时天帅从树上掉了下来，正好夹在二人的中间。等结束战斗后，天帅已经隐恨西北，而天猫女也逃之夭夭。面对死去的天帅，太白金星深知自己已经触犯了天规。这时一旁的小猪威胁他：“你要是不把我变成人，我这就告发你。”无奈太白金星只能答应小猪的请求，于是便开始施法，然后将他打入小猪主人的体内。就这样，猪天帅应运而生。而另一边，天猫女被太白金星打成了重伤，开始回忆起了与主人的点点滴滴。原来之前有一位非常疼爱她的主人小蝶，但是她主人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只因她不适应流水线的工作，所以经常遭受老板娘的无情毒打。这天，小猫听见主人说肚子很饿，好饿，我好想吃饭。于是小猫悄悄来到饲养的天蚕房，这些可都是老板娘的心肝宝贝。小猫随口就叼走了一只天蚕，将它送到了主人的枕边。小蝶看到后大惊失色，这要是让老板娘知道，肯定会把自己分配到打螺丝的岗位上去。果然第二天老板娘就发现了此事，但是因为找不到猫咪，所以她只好拿小蝶出气。可怜的小蝶都快被打死，还依然在为小猫求情。求求你放过小乖吧，它只是一只不懂事的小猫，他不是有意要吃天蚕，但是资本家是无情的，就这样小蝶被活活打死。然而小猫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随着一声猫叫，它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随即幻化成美丽的天猫女。众人见状四处逃窜，看着因自己而死的主人，天猫女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叫。随后她便来到天庭击响了鸣冤鼓，很快鼓声便引来了一众神仙。于是天猫女开始述说自己主人的冤情，然而天神却说是因她偷吃天蚕在先，并且还幻化天猫女祸乱人间，说着便要将她拿下。还好这时太上老君及时出现，说猫妖女只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只要将她炼上7749
天便可化解仇恨。就这样，天猫女接受了炼丹炉的洗礼，但是闲来无事的太白金星想来师哥这里淘点宝贝，却无意打开了炼丹炉，猫妖顺势逃了出来。此时的他法力大增，太白金星一时间难以招架，被天猫女逃出了天庭，随即发誓绝对要为主人报仇。而另一边，新娘听说天帅走失了，于是带着人在山上四处寻找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却依然没有找到天帅的踪迹。这时妙妙无意踩中了一只小猫，并且还要追着猫打，却不知他惹到的是猫妖。只见一阵狂风突然袭来，猫妖附在了妙妙身上。第二天，妙妙娘看到妙妙抱着一只猫回来，觉得十分奇怪。你平时见到猫理都不理，都恨不得把它给踩死，怎么会现在抱着猫呢？不是啊，我现在发现了，猫挺可爱的。妙妙娘以为女儿是转了性子，也就没有多想。另一边，新郎朱天帅已经做了一天的人，按照约定，他现在得去后山找太白金星变回猪了。可他才体验到做人的快乐，实在不甘心变回猪，于是悄悄跑了。饥肠辘辘的他找了一家店，点了8碗面，全部吃完了，却不知这是一家黑店。他吃着吃着就晕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时，人已经被绑起来了。老板娘要将他剁成肉馅包肉包子。朱天帅吓得连连求饶，可惜没有用。就在这时，小龙女出现了。什么人敢来搅老娘的场子？我叫小龙女，我是来找这位公子的，麻烦你可不可以放了他？答案当然是不可以。小龙女无奈，只好用法术定住了他们，然后就走了朱天帅，将他带回了朱家。看到朱天帅时，妙妙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还活着，我明明亲手把他给打死，不会是吃了我的金丹吧？现在朱天帅回来了，那他和妙妙的婚事就得继续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妙妙娘决定今天就让他们成亲。妙妙和朱天帅都不愿意，但各自心里都打着小算盘。我就假戏真做和她成亲，到时候她是我老婆，我就可以随意的折腾她，给主人讨个公道。不过我倒可以趁着今晚好好探探金丹的下落。好啊，我们就拜堂成亲。好，我们就成亲。准备好了一切后，一对新人开始拜堂成亲。这时，朱天帅的奶奶突然冲进来，说什么也不让两人成亲，还说朱天帅不是他孙子，都没有带他们朱家的传家之宝猪牌。众人恍然大悟，赶紧让人拿来了猪牌。没想到那人脚下一滑摔倒了，猪牌掉在了小龙女面前。小龙女看到猪牌，认出了朱天帅就是当年那个在河边救了他的小男孩。原来他要找的人一直在身边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小龙女却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朱天帅已经和妙妙成亲了。小龙女暗自神伤后默默离开了这里。洞房花烛之夜，女人却伸出她那3米2的舌头，直径捅入男人的体内，只为取得金丹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的金丹变得炙热无比，随即被烫得缩了回去。而此时天帅因犯了色戒，变成了猪头的模样。猪妖！随后一群家丁便冲了进来，二叔掀开被子后，看到天帅的猪头，着实被吓了一跳。而天帅也趁此裹着被子逃了出去，顿时整个朱府上下一片混乱。幸好天帅躲进了猪圈，让兄弟们帮忙打掩护，这才得以侥幸逃过一劫。而另一边闷闷不乐的小龙女，感觉人间不值得，她打算回到海里去，却又遇到了之前的那个小女孩。在小女孩的劝说下，她决定去和天帅告个别再走。可当她再回到朱府时，看到的却是满墙壁的符咒，院子里到处都是道士在做着法术，众人也在商议着如何讨伐猪妖。即使我妙妙守一辈子寡，我也要大义灭亲。而不知即将大祸临头的天帅，还在澡堂里悠哉的泡着。太白金星见最近猪妖闹得沸沸扬扬，于是准备将他打回原形。为了不伤及无辜，他先施法将水烧开到100度，逼迫其余众人离开。小二，干嘛把水烧这么烫啊？你以为他们都是死猪啊？没烧啊，没烧怎么这么烫啊？这时他们发现水里居然还躺着一个人，仔细一看，发现是猪妖天帅。众人吓得慌忙逃窜，而天帅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睡着。太白金星幻化出掌心雷，随即将他打入天帅的体内。怎奈天帅反手就一口吐了出来。等他醒来后，周围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。看到昏死的太白金星，天帅赶紧抱着他来到医馆救治，不料大夫却说此人已经领盒饭了。恕老夫无能为力，归天了。无奈天帅只好将他背到山上，随后挖了一个坑便将他埋了。可当他前脚刚走，后一秒便诈尸了。只见太白金星破土而出，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法力尽失。随后鬼使神差的又在街上遇到了天帅，但是天帅已经成了全村的通缉犯。现在他是猪妖上街，人人喊打。很快他们便被众人发现，而太白金星也被当成了猪妖的同伙。看来今天朱天帅是在劫难逃了。就这样，他们被逼入到了一处悬崖上。此时山下已经重兵云集，誓死要缉拿猪妖。
猪妖拿着一根树枝捅了捅鼻子，随即打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喷嚏。只见山上的石头被震了下来，砸向这些来除妖的村民。但是村民们并未打算因此放过猪妖，于是开始张弓搭箭，射向朱天帅。为了躲避弓箭，天帅失足掉下悬崖。随后村民们便来悬崖底下四处寻找，表示活要见猪，死要见尸。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找到了猪妖的尸体。怎么会是一头猪？当然了，猪妖死了以后还魂，现了原形。随后村里便开始举行了庆祝，把头等功给了大义灭亲的猫妖妙妙，但是他却说不要奖励，只要猪妖的尸体就可以了。原来猪妖体内有他想要的金丹，随即便开始对小猪进行了解剖。没有，我的金丹呢？不对，他还没死。原来当朱天帅掉到海里的时候，是小龙女的及时出现，将体内的龙珠给了天帅，因此才得以获救。这时天帅才想起来，原来主人之前和他说过，曾经在海边救过一个龙女的事情是真的。而另一边，现在妙妙为了成为万猫之王，将全村的人悉数都感染上了猫毒，任由自己摆布，连太白金星也未能幸免。这时天帅从新被送回到岸上，于是二人决定开始联手消灭猫妖。怎奈太白金星的法力还没有恢复，这时一个老头找到他们，只见他摇身一变，原来他是太上老君下凡，随后便各自给他们二人一颗金丹，太白金星瞬间就恢复了法力。为了阻止猫妖继续祸乱人间，太上老君告诉他们3天之后天猫女阴气最衰，到时候你们可以联手将她制服。但是天猫女为了引天帅出来，开始屠杀全城的猪，侥幸逃出来的小猪将此事告知了天帅。虽然太白金星及时阻止了他，但到了晚上趁太白金星睡着，天帅还是决定要去救自己的好兄弟们，这也正好中了猫妖的圈套。臭猪，还我金丹！随后猫妖便扑向天帅，天帅随即使出喷嚏大法。这时太白金星也前来助阵，而此时猫女开启了大招，摇身一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天猫精灵，硕大的猫掌将他二人打得落花流水。随后他们二人便开始合体，幻化出那只大毛笔，在地上画出一道符咒，将它打向天猫精灵。紧接着又变出一条捆妖绳，将天猫女放倒在地。太白金星趁机进入天猫女的体内，原来她体内被一股巨大的怨气所包围，而她就是天猫女之前的主人小蝶。得知小猫的罪行后，小蝶开始自我了断，体内怨恨也随即消失。清醒后的猫妖流下了伤心的眼泪，同时也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，随即飘向天空，紧接着化作了一团雨。得到雨水滋润的村民们身上的猫毒也随即消失，而天帅也获得了做人的权利。再